古往今来，当权臣的前途一般只有两条，要么就是顺利进步，成为下一个朝代的皇帝，例如王莽、曹操、司马昭；要么就是自己和家族全部灰飞烟灭，例如董卓、桓温、王敦。在东晋摇摇晃晃建国没多久，琅琊王氏的王敦就忍不住当了一把权臣，他决定篡个权玩玩。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王敦在武昌起兵，打出清君侧名号，一波三折地杀向了东晋京师建康。在杀了一众朝廷大臣之后，王敦率兵返回武昌，遥控首都。受到奇耻大辱的元皇帝司马睿被王敦的篡逆行为活活气死了。小皇帝司马绍顺位登基，时称晋明帝，他只有23岁，这就让整个王敦集团都看到了难得的机会点。王敦本人迫不及待地逼迫小皇帝给他各种篡权待遇，例如黄金月啦、颁文件啦、奏事不明、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经典套餐啦。而王敦集团的重要股东钱凤等人则是直接联系了另外一个江南豪族领袖沈冲，俩人准备等到王敦一死，就立刻掌握兵权，准备作乱，颠覆晋朝。明帝司马绍感知到了王敦集团的威胁，抓紧时间集结力量，一方面对王敦集团保持表面尊重，一方面开始疯狂摇人，准备对抗王敦。但其实吧，王敦下手要更快，他早就开始悄悄剪除皇帝的羽翼了。温峤、温太真是刘琨的侄子，刘琨在北方即将被胡人吞没之前，受命南下江东，劝谏司马睿称帝，此后便留在了朝廷，是时任太子及如今皇帝的司马绍的好朋友。温峤除了刘琨给他的巨大政治名分以外，其实在江东并没有多大的势力。温峤没兵没人，家族也没在朝廷形成势力，可即便是如此，王敦仍然很忌惮于他。王敦给朝廷上书，要求温峤来自己部队报道，任左司马，实际上就是想把温峤从皇帝身边拿掉，控制起来。当初王敦第一次作乱的时候，曾经在大殿上恶狠狠地要废除司马绍的太子之位，在那时候出来怒斥并阻止王敦的就是温峤。如今王敦要温峤进自己的军营，按照王敦的德行，说不定就会找个理由把温峤给害了。然而温峤却没有做出多大的反应。在温峤看来，北方的那个匈奴人、截胡人、鲜卑人比你王敦不知道凶残到哪里去了，我跟着他们打了10年，你们东晋呢，毕竟还是出样。温峤不仅不怕王敦，到了王敦军营，他反而还反客为主，竟然给王敦做起了思想工作，语重心长地给王敦说：敦子啊，当年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勤劳谨慎，大顺服侍唐尧，毕恭毕敬；大禹服侍禹舜，恪守臣节。希望你能像他们一样做出表率啊！王敦听了这话，则表示：哪来的俘虏？不听不听！温峤一看，得了，我都把你比成尧舜禹和周公了，你还是听不懂话外之音，还是不收敛，不收手，那就是无药可救了。为了大晋江山，东晋中兴名臣、第一流人物、硬核赌神、骗婚犯沈温峤开始了他的表演。具体来说，在忽悠王敦这件事上，他一方面使出浑身解数，展现出超凡的才华和能力，无论是常规的文书工作，还是对王敦集团的建言献策，温峤都务求使得王敦满意。另一方面，温峤开始悄悄地挑拨离间，在内部分化王敦集团。由于温峤有跟着刘琨打击胡人这个巨大的光环在，所以能得到温峤的正面评语是一件很有分量的事儿。温峤则利用这个契机，毫不吝啬地给王敦的二把手钱凤评价为钱世仪，精神满腹。钱凤虽然现在跟着王敦混，好像风生水起，但毕竟长期以来江南豪族都入不了北方高门的法眼，很难有较高的评价。如今温峤这样夸赞钱凤，钱凤于情于理当然会异常开心。久而久之，钱凤竟然也把温峤当作知己，纳入了自己的小圈子。等到时机差不多了，温峤开始给自己谋求利益。太宁2年5月，丹阳地区长官职位空缺，这是一个地理位置异常重要的地区。丹阳尹这个职位是能够帮助温峤从王敦这儿金蝉脱壳的职位。焕然温峤开始忽悠王敦，他说：大将军，丹阳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经济要害，您最好挑选自己的人把持住。如果放任朝廷选人用人，恐怕丹阳将会失控啊！王敦一听与朝廷的斗争，便来了精神，反问温峤：
你觉得谁可以派去丹阳呢？温峤说，本人认为最合适的莫过于军师钱凤。但是钱凤却不这么想，他当然不想离开固蜀大营，更不想离开王敦集团的中枢。王敦眼看着就快不行了，这还等着王敦没了之后掌权呢，无论如何都不能走。因此呢，他反而建议王敦说温峤才是最适合丹阳尹的人。温峤则像我们当年推辞长辈的红包那样，非常客气的推辞，表示丹阳这个职位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温峤是东晋风流名士中的代表，也是五胡16国时代不折不扣的豪杰之一。他的名字同样出现在了一些历史架空文学当中。话说回来，在一来二去的反复推辞当中，王敦终于最终表态，温峤你也实在不用谦虚，已经决定了，就由你来当这个丹阳尹。为了确保自己上任丹阳尹万无一失，温峤又在给自己的欢送晚会上玩起了花样。他醉醺醺地端起酒杯，歪歪扭扭地走到钱凤身边，给钱凤敬酒。但钱凤还没来得及端起酒杯，温峤就一把打掉钱凤的头巾，而且还怒斥钱凤：“钱凤，你什么人？温太真给你敬酒，你竟然不喝！”王敦一看，哟呵，手底下两个好干部怎么吵起来了？还赶忙过来给俩人劝架。到了第二天，即将启程赴任的前夕，温峤又来到了王敦办公室道别，那叫一个依依不舍，泪洒当场，甚至夸张到了温峤走到大门，因为不舍又返回来，前后往返3次的程度。但另外一方面，钱凤感到一丝奇怪，他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劲儿，因此在温峤离开军营之后，惴惴不安地给王敦说：“温峤跟朝廷走得很近，跟余亮私交也不错，就这样放走了，会不会有放虎归山的危险呢？”王敦则对钱凤鄙夷起来，不耐烦地给钱凤说：“温峤昨晚是因为喝醉了，才对你说了点醉话，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在他背后诋毁他呢？”王敦的话还是很有威力的，钱凤不敢再多言，只能退出帐外。温峤由此得以顺利离开王敦，并火速赶往首都建康。温峤到达首都之后，面见皇帝，报告了王敦集团想要趁王敦死之前这点空当，全力造反，行改朝换代之事，希望明帝立刻加紧军备，准备作战。王敦听说温峤你这个浓眉大眼家伙也开始骗人了，感到非常愤怒。他给好兄弟王导写信说，温太真才离开我几天，竟然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别再让我逮着了，不然我会亲自把他舌头拔了。尽管王敦很愤怒，但他的好兄弟王导此时却已经决定反水了，因为明帝司马绍着实不简单。比如说，他团结各方势力的能力非常突出。明帝司马绍在做好万全准备之后，开始进行战事安排，这也是东晋第一次全明星之战。司徒王导加封大都督，领扬州刺史；温峤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城；应瞻加护卫将军守朱雀桥；戚建加卫将军守护皇帝和大本营；余亮领左卫将军指挥禁军部队中军。但余亮还是觉得首都这点新征的兵不保险，于是呢向皇帝打报告，建议征召在江北跟胡人作战的刘民帅，带着部队到长江边上报道。明帝同意了余亮的思路，以朝廷名义征发刘民帅入京。但其实这只不过是明帝和余亮演的双簧。早在这场人事安排会议还没有开启之前，明帝就已经秘密联系了在江北刘民帅，甚至有好几支部队已经过江，集合于建康周围了。随后按照朝廷的指示，各北方刘民帅正式打出旗号，开始南下抗敌。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霞、徐州刺史王遂、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侃之子陶瞻全部武装开进京师建康。明帝本人则是在大内指挥作战。王导惊讶于皇帝的能力和手段，他不愿意看到王敦的覆灭，更不愿看到自己家族跟着王敦一起完蛋。当然，王导不愿意看到也只是王敦覆灭。倘若王敦真的能推翻东晋，改朝换代，王导或许还挺乐意支持的。只可惜如今王敦人之将死，朝廷又有了完全的准备，战斗力异常彪悍的江北刘民军已经兵分几路大军，浩浩荡荡的开赴建康。就靠王敦手下那几个钱凤、沈冲、王应，他们能不能真的像上次一样攻破建康，都要打出一个问号。更何况，倘若真的要清除朝廷心向大晋的势力，那必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当年曹老板杀汉臣，一点点开辟自己霸府班底，前后用了30年。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接力杀曹魏宗室和大臣，前后用了15年。眼前王敦马上就要完蛋，就算他第2次作乱能拿下首都，恐怕他也没有力量梳理改换门庭的时间。如果王导这一支选择跟着王敦，赌王敦一定能掀翻东晋，那风险可就太大了，极有可能跟着风烛残年的王敦一起完蛋。基于以上判断，王导适时的跟王敦进行了彻底的决绝的切割。王敦那边在武昌紧锣密鼓的准备起事，王导这边在健康大张旗鼓的给王敦发丧。王导说王敦已经死了，王室子弟都来给他吊孝，发完丧咱们就去跟着王敦手下的前锋沈冲拼命，我们王家绝对不认王敦那样的乱臣贼子。身处健康的满朝大臣看到王家都已经给王敦发丧了，于是认定王敦真的死了，于是纷纷松了一口气，斗志昂扬的准备迎接沈冲前锋。但其实这是王导给中枢官员放出的信号，那就是王家子弟与王敦彻底决裂，坚决拥护民意。朝廷为了应对王敦，上下同心，同仇敌忾，几乎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势力，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严阵以待，只等着痛击来犯之敌。但是王敦那边却开启了另外一个剧本。